传说中，在古老的奥斯曼帝国，有一种仅供王室吃的、做法极其复杂的甜点。据说要把一个巨大的面团拉成一张比纸还薄的片儿，还要把它抛在空中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气球。到了现代，它已经成了当地超市里很便宜的零食，仍然会用手工去做它的，也只剩下了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碗拿铁，今天我要复刻的就是道即将失传的料理——巴克拉瓦。这东西吧，虽然是几百年前欧洲皇室的专属甜点，但它的配料真的是简单到令人发指，只要能买到开心果、核桃仁和黄油就行。而它最复杂的地方，就是做这个比纸还薄的面团——菲洛面皮。哇，同志们，你们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？这不就是那个面皮吗？超市里就能买到，价格也不贵，而且厚度吧，哇，比康师傅里的牛肉还薄。OK， 我今天就要用传统的方法把它给做出来，看它跟工业产品比起来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大师傅说，面团只要面粉、水、盐和油4种食材，但是具体的比例嘛，他是一个字都没提。但是我可以猜呀。那你们还记得我做的披萨吧？我觉得大师傅这个称面团的动作就和做披萨的动作特别像，所以水分的话就先差不多45%吧。找一个专业的和弄机，加上所有食材和弄，醒发20分钟以后就能揉出一个光面，然后继续醒面半小时。哇，你们看是不是和原版的一模一样？配方什么的果然不难猜。一切顺利，这把稳了。趁着醒面的时候刚好可以做果仁儿。我不知道你们那儿过年是什么情况啊，反正我家每次过年以后剩的最多的东西就是开心果，因为这玩意儿贼贵，我妈一次只让吃几颗，但是做成巴克拉瓦的话，一顿就得包1斤多，再加上也不算便宜的核桃仁儿，难怪当年只有王室才吃得起。OK， 全部的配料就是这些。来，咱先拿超市买的面皮做个示范啊，就先垫10几层面皮，每一层之间都得刷上黄油，再撒上果仁，淋上黄油，最后又得铺几10层面，刷上黄油。总之一半是面，一半是油。那这个就是把它切块以后的样子。我帮你们尝一口啊。果然，这玩意儿不烤的话，完全没法吃。现在面团已经醒好了，只要把它擀成圆形，再撒上淀粉，松弛半个小时以后，就能开始甩面了。大师傅的做法是先把面皮擀薄，甩成球形，然后拉满整张桌子，拿木板卷起来。同志们，这个台子已经承受不住这个饼的大小了，所以我们得换一个东西。原版桌子的长和宽都是2.3米，而我的面团应该只有大师傅的1/3，所以换成1.3米的圆桌应该也行吧。哇，你们看，松弛好的面团真的超级软，你都不需要用手去拉它，只要靠重力，它自己就能把自己给拉长。而让它厚薄均匀的关键就是像这样，每拉2秒就转动一下，让重力把它撑开，大概转个2-3圈以后，它就能被拉成理想的厚度。无事发生。其实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抛面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手臂摆动的幅度，只有让面团充分兜住空气，才会形成均匀的气球。准备好了啊，1、2、3。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简单。好在之前擦了地板，不能浪费，今晚就吃面条吧。我在上班的时候总结了一下，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只注意了甩面的幅度，没有注意甩面的方向，所以只有用手的背面顶住面皮的边缘，再往前方用力一抛。今晚吃面条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的问题。
任大师傅看上去轻松，实际却蕴含了几十年的经验。像我的话，只能通过不断的练习，才会最终成功一次。只有手眼并用，刚柔并济，才能在甩出去的瞬间达到人面合一的水平。这咋还越甩越潦草呢？冷静冷静，情绪才是甩面的最大境界。要轻拿轻放，把手肘抬高到头顶的位置，才能让它以最自然的角度落在桌面上。哎，鼓起来了，总算是不漏气了。但是吧，这玩意儿怎么长得这么猥琐呢？哎，这怎么搞啊？已经吃了1周面条了，我真的不想再吃面条了。在反复尝试了各种方法以后，我发现想让面皮均匀，湿度也是很关键的问题。只有专门针对我这种面粉，再加上面粉重量55.5555%的温水，2次醒面的时间只能在25到30分钟之间，而且一定要注意保温和保湿，才能达到湿度和厚度的完美结合。终于在某个清晨，奇迹发生了。哇，这均匀的质地，这饱满的形状，让你们在公屏里刷一波哦，不过分吧？现在的面团已经特别松软，沿着边缘拉上几圈，就真的变成了超级轻薄的样子，甚至连放张纸进去都能把上面的内容看得一清二楚。3周了，同志们，你们知道我现在有多激动吗？啊，只要再找一块木板，把它卷起来，切成小块。哎，怎么会这么脆的？所以不能放这么长时间。哎呀，我都以为成功了，结果还跟我整这么一回。今晚吃面片，虽然出了点意外，但手艺这东西，一旦成功了一次，就能在接下来成功无数次。用桌布保持湿润，剪掉多余的部分，撒上淀粉防粘后，就能很轻松地卷起来，切成合适的大小，涂上黄油，撒上坚果，烤30分钟，最后泼上糖浆，一份耗时1个月的正宗巴克拉瓦完成。满屋飘香的黄油在面皮上形成舒适的分层，红黑相间的糖浆在甜点的内心产生美妙的香气，肥美的坚果配合酥脆的面皮，在入口的瞬间爆发出了刻在人类 DNA 里对碳水和油脂的满足感。其实哪怕花了1整个月的时间，我的版本和工业的版本在均匀的程度上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。随着食材的愈发廉价和人工费的持续攀升，这种传统的手艺已经几乎没有人继承了。放眼整个欧洲，也只剩下了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，选择在自己的家中把最后的荣耀留给慕名而来的游客们。也许很多即将失去继承的传统美食，最后都会像巴克拉瓦一样，成为景区中表演般的存在，但只要不被忘记，就依然是很多人心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也希望这位老人家能一直开开心心，长命百岁吧。谢谢大家，如果你们还知道有哪些即将失传的美食，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我是刀尔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